你有没有想过，一个人真正的命运，很多时候不是毁在大风大浪，也不是输给一场惊天动地的失败，而是慢慢败在每天喂养自己的那些东西里。你吃进去的是什么？你听进去的是什么？你相信的是什么？你每天反复说出口的又是什么？这些看起来很小、很日常、很不像命运的事，最后却恰恰构成了你整个人生的走向。今天我们要谈的《易经》第27卦山雷颐，讲的就是这件事。颐这个字本来就有嘴巴、下巴、养育、颐养的意思，所以这一卦表面上看像是在讲饮食、讲养生、讲口腹之欲，可是如果你真的深入看，就会发现它谈的根本不只是吃饭，而是整个人的养成。你靠什么活着？你靠什么支撑自己？你怎么取得资源？你怎么使用欲望？你怎么对待自己的嘴巴？这些问题全部都藏在颐卦里。颐卦的卦辞说得很简洁，颐贞吉，观颐自求口实。这句话看起来不难，但其实非常深。什么叫颐？什么叫贞吉？意思是说，养这件事本身不是问题，想活下去，想得到资源，想满足需求，想让自己过得更好，这些都很正常。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养，而在于你用什么方式养。手正就吉，方式歪了，整个人就会被养歪。后面那句观颐自求口实，更是点出一个残酷又现实的真相：你不能总靠别人来喂你，你终究要学会自己去找食物，自己去找价值，自己去找活下去的根基。这不只是物质上的收入，还包括精神上的滋养。很多人表面活着，内里却非常空，原因就是他们始终不知道自己到底该用什么来喂养灵魂。一卦上卦是山，下卦是雷。山在上，稳重止住；雷在下，震动启动。这个结构很有意思。真正好的爻，不是放任，不是贪求，不是无节制的摄取，而是一边有生命力，一边有节制力。下面要动，上面要止。也就是说，人不是不能追求，而是追求要有边界；不是不能满足欲望，而是满足要有分寸。这就是颐卦的核心智慧。你一味压抑自己会枯竭，你一味放纵自己也会败坏。真正能把人养好的，是有节制的滋养，是有原则的获取。所以大象传才会说，山下有雷颐，君子以慎言语，节饮食。很多人一看到这句话，会以为只是古人劝人少吃一点，少讲一点。其实不是，他在说，嘴巴是人最容易失手的地方，吃会坏身，说会坏命。你吃进去的东西会变成你的血肉，你说出去的话会变成你的人际、你的名声、你的因果。很多人的人生就是毁在嘴上，吃的没有节制，身体先垮；说的没有节制，关系先垮。你看很多冲突，起点往往不是大事，而是一句话；很多疾病也不是突然来的，而是常年不节。颐卦告诉我们，真正成熟的人，首先要管住自己的口，不是叫你闭嘴，而是叫你知道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，什么该吃，什么不该碰，什么资讯值得吸收，什么情绪垃圾不要往心里吞。如果把这一卦放到现代来看，它其实比很多人想象的更贴近生活。今天的人不只在吃食物，也在吃资讯、吃情绪、吃流量、吃别人的评价。你每天滑手机、看短影音、看新闻、看八卦、看别人的成功人生，这些其实也都是在供养自己。问题是，你到底在喂养焦虑，还是在喂养力量？你是在喂养比较心，还是在喂养判断力？你是在喂养自己的欲望，还是在喂养自己的德行？一个人如果每天把自己泡在怨气、煽动、低级刺激、无穷尽的比较里，他很难不变得浮躁、贪婪、空虚。颐卦真正要我们看的，就是这种日复一日看似微不足道，却决定人格走向的锐养机制。接下来我们看6个爻，它们就像6个不同的人生状态，让我们看见一个人在求养、受养、施养、
正爻的过程中会怎么一步一步把自己推向吉或凶。初九说射耳灵龟，观我躲夷，凶。灵鬼在古代象征珍贵的本能与内在资源，躲夷则是张口想吃的样子。这句话的意思很像是在说，你明明自己有内在的宝藏，有能力养活自己，有判断力，有天赋，有尊严，可你却丢掉这些东西，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嘴里的食物，羡慕别人的生活，觊觎别人的资源，最后就凶。这是什么样的人？就是那种本来有自己的路，却因为太在意别人怎么过，反而把自己活丢的人。你明明有自己的才华，却天天看别人的成就焦虑。你明明有自己能努力的方向，却把时间都花在羡慕别人赚多少、红不红、被多少人喜欢。初九提醒我们，人最可怕的不是一时没有，而是放弃自己的根本，改去盯着别人的碗。当你一直看别人，你就会忘记自己原本拥有什么。所以如果你现在正陷在这种状态里，一卦给你的第一个建议就是把眼睛收回来，不要再一直看别人怎么吃，别人怎么活，别人怎么被爱。你真正该问的是，我自己有什么，我该怎么把它养大。你的人生不会因为你羡慕别人而变好，只会因为你善用自己而开始翻转。六二说颠夷、伏经、于丘夷，争凶。这一爻讲的是求养的方法不对，颠就是颠倒，伏经就是违背常理，违背正道。于丘夷有点像是舍近求远，去找那些不稳妥、不合适的来源。这放到人生里，就是很多人明明可以脚踏实地，却偏偏喜欢走偏门。该靠努力累积，他想靠投机；该靠实力建立，他想靠包装榨取；该靠正常关系互相扶持，他却想操弄、攀附、寄生。结果呢，一时好像得到一些东西，但越往前走越凶。你看职场上，有些人不想提升能力，只想钻营关系；感情里，有些人不想好好经营，只想从对方身上掏取安全感与利益。做人做事也是一样，总想用捷径代替根基。这种颠夷其实就是把自己肉养的方式搞反了。你不是在建立自己，而是在消耗自己。你不是在让人生变稳，而是在让未来变危险。所以六二给我们的提醒是，你可以求资源，但不要求得卑贱；你可以向外寻求帮助，但不能违背原则。任何让你失去骨气、失去底线、失去长远稳定的方法，看起来是补，实际上都是毒。六三说的更重，伏夷真凶，10年勿用，无忧虑。如果说六二还只是方法歪，那六三就是整个养的方向都错了。伏夷就是违背了颐养的正道。这一爻最可怕的地方在于，它不是一时做错，而是明明错了还执迷不悟，以为自己很坚定，结果那个所谓的真反而变成凶。也就是说，有些人不是没有原则，而是把错的东西当原则。明明自己的生活方式、价值观、情绪模式早就出问题了，却还坚持下去。这种固执不是坚定，是自毁。在现代生活里，这种情况太常见了。有人明明知道自己长期透支身体，却还把熬夜当努力；有人明明知道一段关系只是在消耗彼此，却还把执着当深情；有人明明知道自己被社群媒体绑架，情绪越来越差，却仍然每天沉迷比较与上瘾刺激。这些都是伏夷，不是没有在咬，而是养错了。你在喂养的可能不是力量，而是依赖；不是清明，而是混乱；不是生命，而是耗损。六三告诉我们，当你的养法根本错了，短期也许不觉得怎样，但长期一定无力。人生有时候不是努力不够，而是方向错了。方向错了，10年都白走。所以当你发现自己越活越累，越吃越空，越追越慌，你真的要停下来问一句，我到底在喂养什么？我是不是把最坏的东西当成了最重要的东西？这是一卦非常关键的一个自我反省。6-4开始，局势转了，颠夷、吉、
虎视眈眈，其欲逐逐，无咎。这一爻很有画面。虎视眈眈是老虎专注盯着目标，不是乱扑。其欲逐逐是有欲望，但欲望有方向，有节奏，不是失控。这里的颠移之所以急，不是因为乱来，而是因为身处的位置需要向下求摇，但求得正，求得专注，求得警觉，所以没有过失。这是在告诉我们，人不是不能有欲望，也不是不能积极争取，而是要像老虎一样，有力量但不乱动，有需求但不失态。很多人对修养有一个误会，以为修养就是无欲无求，不是。易经从来不鼓励你当一个死气沉沉的人，真正的修养是你有欲望，但不被欲望拖着走；你有野心，但知道怎么守分寸；你想得到，但知道怎么得才不伤身、不伤德、不伤局。6·4就是这样的智慧。你可以追求事业，你可以想改善收入，你可以希望感情稳定，你可以想要更好的生活，但你要专注、冷静，看得清局势，不要因为饥饿感太重就乱吞。真正厉害的人不是没有欲望，而是欲望被训练过。6·5说，夫经居贞吉，不可涉大川。这一爻很值得现代人深思。他的意思是说，虽然位置尊贵，但能力未必足够，所以最好的方式不是逞强冒进，而是守住正道，稳住局面，这样就吉。可是不要去涉大川，不要做超出自己承载力的事。这像不像很多人现在的人生困境？外表看起来位置不错，年纪到了，责任也多了，别人也对你有期待，可你心里其实知道自己还没有真的稳。这时候最危险的是什么？不是承认自己有限，而是假装自己什么都行。6·5教我们的是一种很成熟的节制。当你还没有真正养厚自己之前，不要急着做太大的跨越。创业可以，但别在根基不稳时孤注一掷。谈理想可以，但别拿现实当赌注。感情可以投入，但别还没认清对方就把一生压进去。有些河不是永远不能过，而是现在不能过。懂得等待，懂得守正，懂得在自己的位置上先把自己养稳，这本身就是一种大智慧。很多人不是输在没有机会，而是输在太急着证明自己。一卦说，不要急，先咬再度。到了上九，最后一爻说，犹疑利吉，利涉大川。这里终于到了可以涉大川的阶段。犹疑就是由于你已经懂得咬，懂得如何让自己与他人获得正当的滋养，所以虽然仍有危险，但结果是吉，而且可以做大的跨越。这一爻代表的是一种成熟的供养者位置。你不只是能养自己了，你还能成为别人的支持，成为一个有能力、有分寸、有责任的人。这很像一个人真正长大后的样子。他不再只是一直问别人能给我什么，而是开始思考，我能不能成为稳定的来源？我能不能养家？我能不能养一段关系？我能不能养一个团队？我能不能养住自己的信念？我们常说成熟，不是年纪大，不是讲话老成，而是你能不能承接。上九就是这种承接能力。到了这一步，你才真的有资格去过大河，去做大的事，去扛重责。因为你已经不是饥不择食的人了，你已经学会怎么让力量进来，也学会怎么让力量流出去。所以把整个一卦串起来看，它其实就在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命题。一个人真正的修行，不在于表面有多会说大道理，而在于你每天怎么肉养自己。你喂养自己的身体是节制还是放纵？你喂养自己的情绪是安定还是煽动？你喂养自己的关系是理解还是索取？你喂养自己的事业是踏实还是投机？你喂养自己的灵魂是清明还是麻醉？你的嘴不只是吃进食物的地方，也是你与世界交换能量的入口。守住这个口，人生就不容易乱。如果山雷仪要对应到一个更深入的主题，我认为就是人终究要为自己所摄取的一切负责。
你今天反复接触的东西，明天就会变成你的思想；你今天习惯性的念头，未来就会变成你的个性；你今天对待欲望的方式，最后就会变成你的命运。很多人总以为命运很玄，其实命运常常非常具体。你吃什么，说什么，信什么，追什么，忍不住什么，停不下什么，这些全部都在塑造你。那么遇到人生的各种情况时，一卦给我们什么具体建议？第一，当你焦虑、比较、羡慕别人时，记得初九，先回到自己，不要丢掉自己的灵龟。第二，当你想走捷径，想靠不正当的方式取得资源时，记得六二，任何违背根本道路的获得，最后都会反噬。第三，当你发现自己努力很久却越来越空，记得六三，问题可能不是不够拼，而是你在养错东西。第四，当你有野心有欲望时，不要压抑，但要像六四一样专注而克制。第五，当你位置到了，责任来了，却觉得自己还不够稳时，记得六五，先守住，不要硬渡。第六，当你终于养成了自己的力量，也别忘了上九提醒你的，真正成熟的人要能成为别人的依靠。说到底，一卦不是在教人保守，而是在教人自咬，不是叫你清心寡欲的什么都不要，而是叫你不要把自己交给错的食物、错的话语、错的欲望、错的关系。因为一个人若连自己的嘴都管不好，人生就很容易被世界牵着走。但如果一个人能够慎言语、节饮食，知道什么该进什么该出，知道什么要追什么要止，那么这个人不止身体会稳，心也会稳，命也会稳。易经最厉害的地方，就是它从来不只讲抽象哲学，它总是从最日常的地方揭露最深的人性。山雷颐就是这样，他从嘴巴讲到命运，从饮食讲到德行，从求养讲到自立，从欲望讲到节制。你以为他在谈吃，其实他在谈一个人怎么活；你以为他在讲养生，其实他在讲养命。当你读懂这一卦，你就会开始明白，人生不是靠一两次关键抉择决定的，而是靠每天那些看起来不值一提的小摄取、小放纵、小坚持、小节制，一点一点累积出来的。所以最后，我想把一卦浓缩成一句最重要的提醒送给你：你喂养什么，什么就会长大；你放纵什么，什么就会反过来吞掉你。如果你想要更稳的关系，就去认养信任与分寸；如果你想要更好的事业，就去认养实力与耐心；如果你想要更安定的内心，就去认养清明与节制。不要再把最宝贵的生命浪费在喂养那些会摧毁你的东西。如果你愿意，也可以在留言区跟我分享，你最近觉得自己正在认养的是什么？是焦虑、欲望、比较、愤怒，还是力量、专注、节制与清醒？你觉得山雷颐这一卦最点醒你的是哪一句？你的人生现在最需要节制的是饮食、情绪、关系，还是嘴巴？留言告诉我，我很想知道你从这一卦里看见了什么。